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个关于医院、诡异电梯和永无止境的诅咒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台湾的荣民总医院，那里曾发生过一系列离奇的事件，尤其是关于废弃楼层的种种传闻。传言中，医院的某个楼层因为死亡率过高被悄然废弃，许多人声称曾在深夜听到那个楼层的电梯像是有人在里面徘徊，来回不停，但每次电梯的门打开时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今天的故事正是从一名保安的亲身经历开始。深夜巡逻时，他不小心触碰到了这个恐怖循环的开端，而他的遭遇也让人难以置信。你准备好听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午夜的荣民总医院安静得让人发慌，只有偶尔传来的风声，像某种隐秘的低语。阿成拖着困倦的步伐在楼道里巡逻，时间已过凌晨3点，监控画面上却出现了一丝异常，废弃楼层的电梯居然在跳动，怎么回事？他低声嘀咕，走向那台泛着昏暗光泽的电梯。电梯的数字指示灯上下变换，仿佛被无形的手操控着。楼层按键并不亮，却不断往返，最终在阿成面前叮的一声停下。门缓缓打开，露出冰冷的电梯箱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一阵寒气迎面扑来，像是从地底深处涌出，直接钻进阿成的骨头。他下意识打了个哆嗦，手电筒的光打在地上，映出了一道模糊的影子，可周围根本没有人。他站在电梯门前，犹豫不决。废弃楼层早已被封锁多年，没人会在这种地方出现，可他心底某种说不清的直觉在推着他靠近。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刚抬脚踏入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轻不可闻的低语，别上去。声音像微风吹过，却像根针扎进阿成的耳膜。他猛地回头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只有灯光因电流不稳微微闪烁。他的喉结上下滚动，心跳开始加速。谁在那？他试探性地喊了一声，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，却无人回应。阿成皱起眉头，安慰自己可能是听错了，然而耳边的低语仿佛还在回响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站在电梯门口，看着里面泛黄的灯光和镜面墙壁。他甚至感觉到电梯内的温度比医院其他地方要低得多。门即将合上，阿成终于一咬牙，迈进了电梯。他的手指刚触碰到关门键，耳边似乎又传来那声低语，比刚才更近了一些，甚至带着一丝哀求，别上去。废弃的8楼曾是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，阿成听过不少关于这里的传闻。多年前，这里每天都有人离世，病房里充斥着绝望的哭喊。某天，不知为何，这层楼突然被封锁，医院给出的理由是设施老旧，不再适用。可内部的人都知道，这里发生过一些难以解释的事。有人说，那些在病房里死去的人怨气未散，尤其是那些孤独离世、无人认领的病患，他们的魂魄像游荡的风，无声无息地徘徊在这层楼里，等待未完成的归宿。护士们不敢靠近，偶尔有人听见走廊里传来推轮床的声音，转头却只看到空荡荡的墙角。还有那护士的事呢？值班室里的同事提到过一次，语气半是开玩笑，半是发怵。一个加班过劳猝死的护士，据说至今还在岗位值班。谁要是走进他看守的病房，他就会……别瞎扯了。阿成一向不信这些，但心底难免发毛。他每次站在8楼的电梯前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尤其是镜面反射中，他常觉得有一道不属于他的影子，那是一个模糊的轮廓，像一个穿着旧款护士服的人影，静静站在他身后。可当他转头时，什么也没有。光线问题，他每次都这么安慰自己，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心底会升起一种挥之不去的凉意。就像现在，当他站在电梯里，灯光微微闪烁，那种熟悉的不对劲感再次笼罩着他。这时，电梯的数字跳动着，缓缓停在8。随着一声刺耳的叮响，门开了，眼前是灰暗的走廊，灯光闪烁，地上散落着些许泛黄的纸张，风从破损的窗户吹来，
带着腐旧的味道。不过是一层废楼而已，阿成嘟囔着，迈步走出电梯。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，电梯镜面中他的影子似乎比他多站了1秒才消失。阿成按下了1楼的按键，想赶紧离开这个莫名诡异的地方。然而电梯内的灯光突然闪烁起来，像是某种故障引发的短路，一明一灭之间，整个空间都弥漫着压抑的气息。按键盘上的数字全都失灵，明明他没有碰触，楼层却开始自行跳动。电梯箱内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闷，他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变得急促，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笼罩住。就在此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声音，像是某人隐忍的啜泣，又似乎是一种诡异的呜咽。阿成猛地抬头，环顾四周，却看不到任何人。他的后背开始冒出冷汗，手电筒的光在摇晃中，似乎扫过了电梯角落里某个模糊的影子，但下一秒又什么都没有。别自己吓自己，他低声嘀咕，伸手猛按关门键，但电梯仿佛被某种力量控制住了一样，毫无反应。突然，电梯猛地一顿，数字显示停在8，随即一声尖锐的叮响划破了4季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迎面而来的是一条昏暗的走廊，破旧的灯泡在风中摇曳，发出吱呀的声音，地上零散着几张泛黄的纸片和斑驳的轮椅。阿成用手电筒扫过，却发现在尽头的昏黄灯光下，有一道人影若隐若现，那是一个护士的身影，穿着陈旧的白色制服，推着一辆生锈的轮床，缓缓地向前移动。轮床的轮子摩擦地面的声音低沉又刺耳，仿佛每一步都在拉扯着空气。喂！阿成鼓起勇气喊了一声，试图确认那是不是人。可话音刚落，那身影猛然停下，似乎僵直在原地。他紧盯着那护士，发现他慢慢地转过头来，但脸上的五官却模糊不清，像被浓雾遮盖了一样。电梯门开始自动关闭，阿成的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。然而就在门合上的最后一瞬，他看见那护士的身影突然模糊消失了，像从未存在过一般。电梯门彻底关上，重新启动。他盯着按键发呆，脑海中却挥之不去那推轮床的画面，耳边仿佛仍回荡着那细微的哭声。电梯再次停在8楼，门缓缓打开，阿成感到一种无法名状的压迫感席卷而来，冷风吹进电梯，夹带着腐旧的气味，他几乎不敢迈出第一步。然而奇异的感觉让他无法后退，某种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仿佛来自楼道尽头，隐约说着进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紧握着手电筒走出了电梯。昏黄的灯光投射在长长的走廊上，影子被拉得格外长。走廊两侧的病房门大部分都紧闭，只有一扇微微开启，缝隙里透出微弱的光。那扇门旁，地面散落着几张发黄的病历，还有几只残破的药瓶，仿佛这里曾是医院的废弃病房，忘记了时间的痕迹。阿成的心跳开始加速，他觉得自己似乎走入了一场早已注定的宿命。他走向那扇微开的门，轻轻推开，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，似乎有些东西在回应他的到来。房间里，几张破旧的病床上依稀能看到一缕缕遗留的病历，床脚旁散落着一些杂乱的纸张，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了。他的目光落在角落的一张旧合影上，照片的边缘已经开始泛黄，照片中的人物已经模糊不清，但一个细节让他心头一震，照片的最后一排是一名护士，脸部被重重阴影笼罩，唯独胸牌上隐约写着一个名字，阿成。他忍不住后退了几步，心跳几乎跳出胸膛。照片中的那名护士竟与自己同名，他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上爬升，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发抖。照片中的护士那双失去生气的眼睛似乎正盯着他，而他自己却无法从照片中移开视线，仿佛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拉扯着他。突然，一面老旧的镜子出现在房间的墙壁上，阿成下意识地走过去，准备查看自己是否已经变得面色苍白，镜中的倒影却让他浑身僵住。他看到自己的背后竟然站着一群面无表情的病人，身着病号服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像一堵无声的墙。
他们没有任何动作，只是静静注视着他，眼神空洞而冷漠。一阵刺耳的低语声从他们的嘴里溢出，声音轻得几乎无法听见，但阿成却能感觉到那种寒冷与压迫。病人们的目光没有任何表情，仿佛他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早已超脱了生死之间的界限。你是谁？阿成低声问道，声音发颤，几乎无法自已。镜中的自己微微张开嘴巴，但似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而那群病人依旧静静站立，眼神空洞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阿成开始感到窒息，空气变得沉重，仿佛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突然，他看见镜中的自己，慢慢转身，朝着房间的深处走去，而他自己却依然站在原地，无法动弹。你走开！阿成尖叫，拼命地想要摆脱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，但无论他如何努力，镜中的自己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。最终，镜中的自己走到了那张床前，躺了下去，闭上了眼睛。你就是那个护士？阿成的声音沙哑，脸色惨白。突然，镜子中传来一阵剧烈的响动，阿成猛地回头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镜子里的病人们不再静止，他们开始纷纷向他逼近，面无表情的眼睛渐渐模糊，像是要吞噬一切。阿成的心脏仿佛停止跳动，他突然明白了什么，自己不只是这层楼的访客，他已经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。阿成的心跳急剧加速，他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推开那扇病房的门，冲回了走廊。空气仿佛凝固，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猛地转身，朝着电梯走去，脚步急促，像是逃离某个无形的追逐者。可当他跑到电梯门前时，他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更为可怕。电梯的门已经关闭，但阿成拼命按下了按钮，门却没有丝毫反应。电梯依旧沉默无声，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锁住了。电梯内的灯光忽明忽暗，门缝中传来一阵低沉的机械声，像是某种命令，请回到原位。什么？阿成的脸色苍白，他呆立在原地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声音。那不是人类的声音，而是一种冷冰冰的机械音，像是被某种无法理解的力量操控的机器。他退后一步，想要再次按下按钮逃离，却发现周围的空气变得更加寒冷，连呼吸也变得困难。电梯门缓缓打开的一瞬间，他的背后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低语，声音像从四面八方传来，逐渐清晰。别上来！阿成的全身僵硬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背后盯着他。他转过身，走廊依然空无一人，除了那低语，什么也没有。电梯的门像一个深渊，静静地张开，仿佛在等待他进入。但阿成不敢再走一步，他的双腿已经麻木，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这个循环中，无法逃脱。突然，一股冰冷的风扑面而来，阿成的耳朵里响起了嗡嗡的回声，那声音越发清晰，像是催促着他做出某种选择。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，准备再次按下电梯按钮，但就在那一刻，电梯门猛然合上，仿佛锁定了他的位置。阿成惊恐的尖叫，他转身冲向楼道，却发现走廊变得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陌生，每一步都像被时间拖拽。无论他走多远，走廊的尽头始终没有尽头，只有那冰冷的光线和压抑的气氛。次日清晨，医院的另一名保安接替了阿成的班，走进了废弃楼层。他发现电梯停在了这里，门开着，空无一人。他蹲下查看，电梯箱内空旷如常，唯一的异样是电梯内部的空气异常冰冷，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不为人知的事件。他走到电梯旁边，看到地上阿成遗落的对讲机和衣物，整齐地堆放在角落里，没有任何打斗的迹象，只有一张未被碰动的病历和一封纸条。保安拾起纸条，上面只写了几个字：我不能离开。然而，更让他震惊的是，电梯的监控视频显示，整整一夜，电梯里根本没有人，录像里没有任何动静，只有电梯门自动开合的声音。画面一转，电梯的门再次缓缓关闭，电梯内的灯光闪烁，突然响起那低语声：
别上来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这个诅咒似乎永无止境。